改造加裝了電梯，我卻直接將價值300萬的房子改了骨灰房。只因我家住1樓，裝了電梯後不僅有噪音，還會遮擋光線。我提出可以裝連廊電梯，大爺大媽滿口答應，卻趁我出差幾周強行裝上了普通電梯。我冷笑：行啊，既然不讓我住，那就都別住了。當初4樓的李大媽上門跟我商量裝電梯時，我立刻表示反對。1樓的採光本來就不好，裝上電梯後更是一整天都曬不到太陽。不過我考慮到樓上住戶是老人，上下樓腿腳不方便，便退了一步，跟李大媽說可以裝連廊式電梯，產生的噪音我可以克服一下，只要不擋住1樓的光照就行。李大媽連聲說好，拿來裝電梯的申請書讓我簽字。申請書寫的是普通電梯，我也不傻，重新打印了一份裝連廊電梯的申請書，簽字遞給李大媽。我強調我只接受連廊式電梯，不然就都別裝了。李大媽連聲說好，拿了申請書就去其他人家簽字了。第2天小区公告就貼出來了，我們這棟要裝連廊式電梯。我正好那段時間要去北市出差幾周，就沒再關注這件事。誰知道我出差剛回來，就看到一個普通電梯已經裝好了，把我家朝南的窗戶位置完全擋住了。李大媽看到我，還滿嘴的陰陽怪氣。阿康啊，還是你命好，1分錢沒花就住上了電梯房。我當即就質問李大媽，不是說好是連廊式電梯嗎？裝了普通電梯，你讓我家怎麼住人？李大媽非但沒有反悔，還指責我，連廊電梯要貴好幾萬呢，你是不是在中間拿回扣啊？都是街坊鄰居的，你竟然想在大伙身上掙錢？再說了，電梯建在外面又沒在你家裡，對你家有什麼影響？我當時都要氣炸了。这部電梯擋住我家採光了，我堅決不同意，趕緊給我拆了。李大媽一聽臉就黑下來，電梯裝了20多萬呢，你要拆也可以，你把20萬出了，再出錢裝個連廊電梯。說話的時候，李大媽還東拉西扯，把街坊都喊過來，大家都來看看吶，我們這棟樓好不容易裝起來電梯，這小伙子卻非要把電梯拆了，還要一定要什麼連廊電梯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收了回扣。街坊們都圍過來看熱鬧，住樓上的大爺大媽們都勸我，阿康啊，都是街坊鄰居的，你怎麼能挣這種喪良心錢呢？年輕人要尊老愛幼，你也要體谅我們老人腿腳不便，不就擋住點你家光線了嗎？反正你每天也都是關上門的，對你也沒什麼影響，沒花錢就住上電梯房了。我要是你还得給街坊們摆2桌呢。一个个仗着年紀大倚老賣老，說得冠冕堂皇的，他們是得了電梯的好處，就直接無視了我的損失，還想我自己咽下去。李大媽在大爺大媽們的簇擁中得意地看着我，你又沒出錢，被你白得便宜了還不滿足，年輕人，我勸你好自為之。我有個屁的好處，電梯一建不僅有噪音擋光線，1樓的房價至少跌1000。我冷着臉問他們，電梯拆不拆？李大媽作為代表排眾而出，反正電梯已經建好了，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出行都靠它，有本事你把它拆了，住不慣你可以搬家啊。聽到李大媽這麼說，我反倒冷靜下來，原來是想仗着電梯已經建好了就跟我玩先斬後奏，那她可真是打錯算盤了。我說好，你可不要後悔。李大媽張牙舞爪，眼睛瞪得跟金魚一樣。我要後悔是你生的，反正都撕破臉了，我也不用客氣了，直接嗆回去。想認祖宗去亂葬崗，我可生不出你這種不要臉的老貨。氣得李大媽鼻子都歪了。當天我就去中介租了套房，又找了家裝修公司，把我的要求告訴他們。設計師聽完我的需求，為難地看着我，哥，按您這要求，裝完房子就住不了人了。我樂了，我就不是給人住的。我明顯看到設計師抖了一下，顯然他也知道我是想做骨灰房。不過現在的裝修公司生意不景氣，就算明知是做骨灰房，他也只能硬着頭皮接單。在房子裝修期間，我在網上發了個帖子，說我有骨灰房，可以無償使用1年。很快就有很多人申請使用我的骨灰房。我把這些人拉了個群，把具體入住時間告訴了他們。因為是簡單弄下裝成骨灰房，拆拆裝裝並沒有花太多時間，2周左右時間，裝修公司就全部弄好了。我過去驗收，房子內部已經全部都刷成了白牆，裡面一排一排的鐵架放着，門窗已經全部封死了，沒有一點光線進來，僅靠幾盞白熾燈照明，顯得有些幽深。這個效果我很滿意。驗收完正要離開，我就看到了李大媽，我倆四目相對，她跟只鬥勝的公雞似的，說話夾槍帶棒的。喲，這不是阿康嗎？這麼久沒見了，是躲哪兒去了？躲字他咬得很重。作為新時代的守法好青年，我絕不打女人和小孩，打人是犯法的，但罵人不違法。躲你姥姥的腿，老子給你建墓地去了，前狼後虎，風水好死了，就等你來住。哼，老子網上衝浪10幾年，什麼陣仗沒見過，能輸給李大媽這種新兵蛋子？李大媽嘴巴抖了抖，想說什麼，但估計想不到比這威力更大的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話：欺負老人，你會遭報應的。我立刻回了一句：沒報應，我能住你樓下。說完我沒搭理他，關了門就準備走。骨灰房裝修好了，明天那些住戶就能搬進來，我得回去把細節對接清楚。誰知我剛想走，李大媽就抓住了我的袖子，一張催款單甩在我臉上。想走，交錢。
我掃了眼催款單，上面密密麻麻寫着各項支出，是電梯裝修的費用，平均下來一戶2萬多塊。看完，我直接把單子撕了。電梯裝修關我1樓什麼事？誰願意裝電梯？你找誰要去？李大媽不依不饒。我不管，電梯你用上了，你就得出錢。我不客氣的回骂。我他媽住1樓的，坐電梯我上天啊！是真拿我當冤大頭了。話說到這，但凡要臉的都打住了，哪知李大媽就跟沒聽見似的。這我不管，反正電梯已經裝了，用不用是你的事，但錢你必須得出。這是想赖上我了，我一把将他的手給甩開，抱胸居高临下看他。我要不出呢？李大媽視線穿過我落在身後的房子上，語氣陰沉。你這房子重新裝修了，是準備出租吧？你要是不給我錢，我就天天上門催賬，你這房子就等着留給鬼住吧。我一聽顿時樂了，那可真是承你吉言了。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。回家我跟首批10幾位骨灰安置的租戶簽了合同，第2天公鸡還沒打鳴，我就帶着他們抱着骨灰到我家安置。安置完已經5點多了，正好碰上出来晨练的李大媽。李大媽打量着我身後的租戶，撇撇嘴：“你们是租阿康家的人是吧？我劝你们马上搬走，不然我們這些老頭老太早起晨練，在你們家門口敲鑼打鼓的，你們睡不好可別怪我們。”他壓根不知道現在我這套房裡住的都是誰，那裡面的幾位要真能被敲鑼打鼓驚着，那至少得喊林正英過來才治得住。這幾位不知道我跟李大媽的恩怨，只當是鄰居間的提醒，很有禮貌的回答：“放心，大媽，您儘管奏，按您喜歡的來，越大聲越好，我們不要緊。”原本是示好的話，聽在李大媽耳朵裡卻變成了十足的挑釁。她臉色沉得能滴出水來，她哼了一聲：“果然住這房子的都是一路貨色，有你們哭的時候。”我沒有理她，對着租戶說道：“清明、重陽、7月半，確實有他們有哭的時候，要不要幫你一起哭了？看你這麼缺錢，要不要順道給你燒點？”經過2次的教訓，李大媽已經知道我嘴巴厲害，即便吃了虧，她也不敢跟我繼續吵下去。只見她眼珠子一轉，似乎想到了什麼好辦法。她哼了一聲，對我身後的租戶威脅說：“你們要住在這，我就天天給你們燒紙錢。”說完怕我反擊，飛也似的跑了。我身後的租戶說：“這大娘人可真不錯，不僅每天奏樂，還要替我們燒紙錢。”其他人紛紛點頭。阿康，謝謝你啊，替我們家人選了個好地方。送走租戶，我回家繼續碼字了。偶爾還會看看骨灰房的監控。身為一名網絡作家，通宵是常有的事。半夜1點多的時候，我在監控裡看到一個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提着個火盆在我家門口燒紙錢，正是李大媽。凌晨5點多的時候，又看到她拉着一夥人在我門口又唱又跳的。她以為靠這些手段就能把我的租戶們趕出去，殊不知我那房子現在壓根就沒人住。我倒是很好奇，當他知道我家是骨灰房的時候，臉上會是怎麼樣的表情？他這樣連續折騰了好幾天，我一點反應都沒有，倒是他自己的黑眼圈濃得跟甜甜圈似的。差不多了，正當我準備向他攤牌的時候，門口傳來敲門聲。我打開門，門口站着2名警察。您好，於先生，我們接到民眾舉報您從事間諜活動，需要您協助我們調查。我立刻就猜到前因後果。我問：舉報那個人是不是叫李翠蘭？警察眼神微微錯愕，即使他們沒有說，我也知道自己猜中了。我對警察說：警察同志，我知道是李翠蘭舉報的我願意配合調查。為首那名年長一點的警察看我的態度，大概也猜出是李翠蘭跟我之間有糾紛，但有人舉報，他們就必須調查，流程必須要走。他和氣地對我說：麻煩你跟我們走一趟。警察把我帶到了老小區，人才剛下警車，就看着李大媽帶着一群大爺大媽們圍上來。警察同志，我觀察好幾天了，他家裡的門窗都給封住了，說是租給別人住了，裡面1周多都沒出來個人，我懷疑他在從事間諜活動，裡面藏着人，幫着米國人收集我們老百姓的數據。我聽我兒子說過，舉報間諜能有50萬，什麼時候可以去領啊？警察同志保持公式化的冷靜，不保證也不拒絕。如果調查屬實，國家會給予你相應的現金獎勵。李大媽大喜，又向我投來得意的目光，似乎在說：看你還怎麼辦？我都懶得看他，正愁沒辦法把這棟樓的大媽大爺們都聚在一起呢。想到等下揭開真相時他們的表情，我控制不住笑出聲。李大媽見我還在笑，似乎覺得受到了挑釁，她指着我罵道：笑什麼笑？死到臨頭了，等下就抓你槍斃！我毫無顧忌地回他：放心，我死不死先放一邊，但你等下肯定想死。李大媽被我怼得噎住，但礙於語言的匱乏，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：小王八蛋，不得好死。這種話對我毫無殺傷力。就在我跟李大媽互罵的時間裡，警察帶着我們已經走到了房子門口。
警察看着四面全部封死的门窗，眉头皺起。小伙子，你这么干可不道德。老警官已经看出来这套房子是干什么用的，我无奈地摊手。没办法，你也看到我家前面的电梯了吧？他们不让我好好过，我也不用客气。警察还想劝你这损人不利己，只会激发矛盾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说，单输不如双输，至少我心里头输的。李大妈见我跟警察嘀嘀咕咕，大叫起来：“警察同志，他是不是想收买你？我们老百姓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抓间谍这么大的事，你可不能轻拿轻放啊！”警察看了眼李大媽，叹气说：“里面的情况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看。”李大媽扯着嗓子嚷嚷：“凭什麼不能看？是不是你想偏袒他？我們街坊都看着呢，堅決不能答應。”說着，他還煽動身後的鄰居：“街坊們，你們說是不是啊？”身後的街坊七嘴八舌，說什麼都有。就是我早看出他不是個東西，這次抓間諜我也有份，幾萬塊的電梯錢也不出，我看他就是米蒂派來破壞人民大團結的。我說：“警察同志，他們要看就看唄，好言難勸該死的鬼。”說着，我已經擰動鑰匙把門打開，房子裡沒有開燈，黑漆漆一片。大白天就黑漆漆的，肯定心裡有鬼。這次我們是抓到真間諜了。大爺大媽們在門口探頭探腦。我隨手開燈，一排排的鐵架立刻映入眼簾。最吸引目光的是鐵架上10幾個骨灰盒。衝在第一個的李大媽被嚇得一哆嗦，指着我的手指亂插。要死啊！弄這種東西在小區。我對李大媽微微一笑，這不離你近嗎？哪天嘎了，立刻就能進來住，坐個電梯就到了，多省事啊！李大媽當時就捂着心臟，不行，這些東西必須得拆了。俞平康，我命令你把這些東西都給拆了。還命令我，他是真把自己當領導了。我呵呵一笑，把所有人都推了出去。把門鎖好後，我對李大媽說：“沒鏡子的話，回家撒把尿照照鏡子。你臉大，讓我拆我就拆。”我又對警察說：“警察同志，房子已經看過了，沒有其他事的話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我腳還沒邁，李大媽就一把推開人群，從後面衝出來攔住我：“不准走！今天這東西不拆掉，你就不許走！”我扭頭看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限制他人身自由，這個要坐多久的牢？”我們這事算是民事糾紛，警察其實也不想摻和，但職責所在，他還是拉開李大媽對我說：“小伙子，這事做得不地道。居民樓裡怎麼能弄骨灰房？你這樣已經違法了，知道嗎？趕緊拆掉！”我知道警察處理這種民事糾紛就喜歡和稀泥，下一下勸一勸，誰能鬧就誰有理，誰好說話誰吃虧。可惜我就不是個好說話的，我呵呵一笑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不用嚇我，我也是上網的。如果我違法了，請你來抓我。但這套骨灰房我鑑定了。”警察挑了挑眉，之前看我說話和和氣氣，他也沒想到我會是個刺頭。李大媽拉着警察的衣袖：“警察同志，趕緊把他抓起來槍斃！”警察一臉為難，我知道警察只能想嚇嚇我，沒辦法抓我。把自己家改造成骨灰房，並沒有專門的法律禁止。我這點事別說是刑事了，就連民事都算不上，最多算點道德問題。警察看了我一眼，見我沒有一點退讓的意思，他也知道這件事不會刪了。像這種事本來就不是警察職權範圍內，他也不願意淌渾水，只能例行公事把我們信息登記下，然後對李大媽說：“這種事情需要你們雙方協商，如果協商解決不掉，我建議你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。”交代完一切，警察上了警車就撤了。警察剛走，李大媽一群人就圍上來：“俞平康，你趕緊把這東西給拆了！”我懷疑他腦子有問題，雙方都鬧成這樣了，我怎麼可能因為他三言兩語就拆掉？我說：“想要我拆啊，求我啊！”李大媽咬着牙，其他街坊勸我：“都是街坊鄰居，沒必要鬧成這樣。就是你搞了這麼個東西，自己也不能住，最終你還不是吃虧了？與人方便，於己也方便，最多裝電梯的錢給你打半折。”今天他們的表情可比前幾天和善多了，但我還是喜歡他們桀驁不馴的樣子。我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沉着臉道：“現在知道是街坊鄰居了。之前裝電梯的時候你們是怎麼幹的？這是人能做出的事，還與人方便，於己也方便。我他媽房子光線一擋就跟個陰宅似的，還我佔便宜了？老子大慈大悲，有便宜讓你們一起佔，大家一起住陰宅啊！”圍着的鄰居被我說得滿臉通紅，我撂下話：“想把我房子裡的東西拆掉？行啊，那你們把房子買下來。”經小區事情一鬧，我就徹底跟樓上的大爺大媽們徹底撕破臉了。這幾天他們光報警就報了4次，社區也找上門，但都被我冷着臉趕了出去。李大媽帶着大爺大媽們不死心，又找來了本地欄目老舅來幫忙。這檔節目也不客氣，直接就殺到了我家。門剛打開，幾個扛着長槍大炮的拍攝人員就擠了進來，在他們身後跟着老舅和李大媽幾個人。看到這麼多人進來，我面帶不悅：“你們是誰？擅自跑到別人家是違法的。”老舅表明身份：“我是老舅來幫忙欄目的主持人老舅，我們知道你們小區發生的不悅事情，這次過來是幫忙一起解決這件事。”說着也不用我邀請，老舅就不客氣的一屁股坐在沙發上。
现在咱們這棟樓的其他業主已經答應，裝電梯的錢不用你出了，條件就是你把骨灰房給拆掉。老舅對我說，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。李大媽他們也肉疼的點頭，就好像不用出裝電梯的錢已經是對我的極大恩賜了。他們一唱一和的都沒問過我，就自以為是的把事情給拍板定了。我被他們逗笑了。你們是來搞笑的嗎？哪裡來的滾哪裡去。老舅臉色大變，估計是第一次遇上我這麼不給面子的，應該是在攝像機前不好發作。他緩了緩臉色，又堆起笑對我說，小魚，我知道你有情緒，但我們今天是來解決問題的，不是來吵架的。老年人腿腳不方便，想坐個電梯也是無可厚非。他們年輕時為社會做出了貢獻，作為年輕人，照顧他們是義務。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，你把骨灰房拆了，大家還都是和睦的鄰居。李大媽也跟話，就是建電梯，你也是同意的。誰知道建好後給我們來這出。我拉張凳子過來，特地點了根煙，狠狠吸一口，吐得滿屋都是。建槍的幾個人直咳嗽才說，首先我當時要求的是建連廊式電梯，姓李的當初答應的好好的，轉頭就趁我出差建成了普通電梯。第二，他們不是我爸媽，他們為誰貢獻誰照顧他們，我沒這個義務。老舅，如果你有這份心，我建議你把他們打包帶走照顧，就衝這份功德，樂山大佛都比不上你。第三，房子是我的，我想拿來幹什麼都行，只要不違法，就跟你們沒關係。住不慣你們可以搬家。第四，解決方案我早就說過了，他們把這套房子買了嗎？你們自己不幹，關我什麼事？一聽買房子，李大媽跳起來，如果我買得起房，還跟你在這說這些啊？我聳聳肩膀，對老舅說，你看，解決方案我給他們了，他們不接受。老舅看我油鹽不進，眼神敛了斂，對我半勸解半威脅說，小魚，據我所知，你是個網絡作家，你也該知道我們節目播出的影響力。就你這樣的態度，網友們肯定會對你有意見。咱們好好把事情處理掉，別到時候影響你的事業。我聽出他話裡的意思，狠狠掐了煙，按進煙灰缸。你是在威脅我？老舅似笑非笑地說，我是在為你考慮。像我們網絡作家這行，除了大神之外，每個人都不想被人知道真實身份，就怕現實會影響成績。之前就有一位同行，就因為在論壇上跟人嘴炮幾句，立刻被開合找到了筆名，被人組團抓着他的小說舉報，害他好多本正在起量的小說被封了。以網友們的能耐，開合找到我的筆名並不難。要是節目被他們有失偏頗的剪輯發出去，大概率真會如他所說影響我的事業。老舅見我沉默，以為我被他說服了，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。年輕人有脾氣是好事，但更要懂得進退。就這樣，老舅替你做決定了。事情就按我說的這樣解決。說完，老舅站起來，對着攝像機以他標誌性的動作準備結尾。有麻煩找老舅，老舅來幫忙。今天李女士的忙，我們已經……他話還沒說完，我開口打斷他，我不同意。老舅以為自己聽錯了，他錯愕地轉頭問我，你說什麼？我說我不同意。老舅的臉已經完全黑了，他胡亂擺手，對攝影的幾個人說，不要拍了。等攝影的人把設備關掉，他語氣不爽地盯着我，你知道這麼說的後果嗎？不給我面子。我不客氣地說，你以為自己是四皇紅髮，我給你雞蛋的面子。說完，我掏出手機，又指了指胸口的運動相機。網友們聽到了吧？知名節目主持人老舅威脅我。這幾年寫小說的都流行直播碼字，我也不例外，跟風開了直播。誰知道今天居然幫了我大忙，這群傻 X 居然沒一個人注意到我脖子上掛着的運動相機。我看了下後台，平時只有幾百個人看的直播間，現在都湧進來100多萬了，而且還在瘋狂的增長中。果然，小說哪有現實裡的八卦好看？直播間已經被網友刷屏了。我操！帮忙節目的主持人威脅嘉賓，怪不得一協商一個準呢，原來都是這麼來的。建議詳查老舅，看他有沒有黑社會背景。還有那個姓李的大媽，多大臉，把人家1樓擋了，人家反擊了，那是你活該。主播加油！我家之前也被樓上的強撞過電梯，替我們1樓的爭口氣。彈幕密密麻麻，老舅臉已經白了。公眾人物出了這種事情，他的主持人算是幹到頭了。李大媽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，好死不死的還讓老舅上手段。老舅啊，這小子不聽勸，你上點手段。你不是認識很多人嗎？他爸媽在鄉下種地，你讓人弄他爸媽。這句話明明白白讓網友聽到了，彈幕立刻就炸了。我操，還要上手段，真他媽是黑社會！那個老太婆真不是個東西，居然想對付主播他爸媽。我已經報警了，主播保護了自己。老舅手抖得不行，李大媽見他沒有動作，又開始犯老毛病，說風涼話。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你早說啊，害我白跟你來這趟。我害你！老舅诧異的扭頭看李大媽，李大媽絲毫沒察覺到老舅的異常，還不知死活地說：“我還以為你直接上手就把他抓去了呢，誰想到你會是隻軟腳蝦，害我浪費1天的時間。不行，今天的誤工費你得賠我。”李大媽早就退休了，哪有什麼誤工費？好，我給你誤工費。我看老舅的眼睛已經紅了，他慢慢走向李大媽，猛地一拳砸在李大媽面門上。都怪你，老子的事業毀了，你還跟我要誤工費，這就給你2000，夠不夠？李大媽被老舅打得抱頭鼠竄，其他人見老舅狀態瘋癲，怕殃及池魚，不敢上前把2人分開。
等警察到的時候，李大媽已經挨了30幾個巴掌，整張臉都爛了，剩下幾個街坊嚇得臉忽白忽青的。李大媽傷情太重，住院住了1個月，被我折騰了一輪，警察找了，記者找了，最强戰力都被我整得住院了，我還是油鹽不進。剩下的街坊沒辦法，只能重新跟我談判。阿康，我們把電梯拆了，你也把骨灰房拆了吧。前幾天還對我喊打喊殺的街坊們，現在一團和氣。我挖着耳朵對他們說：现在拆電梯晚了，我回來當天就說過，別到時候求着我拆。他們問我，那你說怎麼辦？樓下就是骨灰房，我們現在都不敢回家了。現在老頭老太們一個個柔弱得很，要不是我沒見過他們囂張的姿態，還真要被他們給騙了。我說，解決辦法我早就說過，現在這套房子我肯定不要了，要麼我繼續當骨灰房，要麼你們共同出錢把我這套房子買走，咱們的事兩清，不然你們就準備在死人頭上住到死吧。街坊們紛紛說自己沒錢，我給他們出了個主意，你們沒錢，李大媽有，這件事是她挑起，本來就要她負責，買這套房子至少她要出1半。他們為难地說，话虽然這麼說，但萬一李大媽不願意出錢怎麼辦？我說，都是街坊鄰居的，她要是不顧着你們，你們也別顧着她唄。我有個朋友也遇到你們這樣的情況，隔3差5就在他家門口燒點紙錢，把垃圾倒他們家門口，送點花圈什麼的，沒幾天就解決了。聽我這麼說，街坊們的眼睛亮起來，我知道他們動心了。別看這些街坊看着很熟絡一樣，其實都是塑料感情，占便宜的時候一起上，有難來了能跑就跑，都是死和尚不死貧道。強造電梯的事情，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有份。說實在的，如果能力足夠，我一個都不想放過，非得好好整整他們才是。但畢竟我只有一個人，精力有限。李大媽又最可惡，不盯她盯誰？1個月，李大媽出院後，發現所有街坊都變了。以前一個個見了她都要問好，現在見她就跟見瘟神一樣。這還不算，這些街坊居然還要她出錢把我的房子給買了。李大媽肯定不同意，街坊們也沒多說什麼，立刻就散了。當李大媽覺得自己威嚴還在的時候，第2天出門就碰到了一地的紙錢灰。接着每個晚上門口都會多一些東西，要麼是垃圾，要麼是紙人花圈什麼的。還有次出門就踩了大便，他以前拿來針對我的手段，街坊們用到了他身上。李大媽氣得要死，她知道這是小區的人在針對她，但又沒有辦法。住院回來1周，她被街坊們折騰的精神都要崩潰了，無可奈何之下，只能跟街坊協商。她還想唆使街坊繼續和我對抗，街坊們被我嚇慘了，哪裡還會聽她的？又再次要求李大媽把買房子的錢都出了。李大媽當然不肯，幾個人開始狗咬狗，所有人都針對李大媽。吵了幾輪，當其中一個大爺提着刀報出李大媽孫女正在上學的幼兒園名字時，李大媽瞬間慫了。最後，她咬牙出了1半的錢。這套房子我是按市場價上浮10%的價格賣出去的，去掉裝修的成本還掙了不少。拿到錢後，我立刻幫那10幾個租戶找了處不錯的陵園，幫他們交了1年的租金，說好讓他們免費住1年，那就必須是1年。李大媽買房不久，房價就跌了。聽說她怕損失太大，天天跟其他租戶吵着要把電梯拆了。但那些租戶在這套房裡只占了一小部分，漲跌對他們影響不大，哪裡有住舒服的電梯房重要？幾家人吵得不可開交，李大媽又去找記者。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們的節目時，這次主持人還是和悉尼的老套路，讓李大媽顧全大局，不要因為一個人的得失而讓老人們出行不便。之前對我說的話，現在全還給了李大媽。我在電視裡看到李大媽的臉色比吃了屎還難看。我知道，以李大媽的性格，他們這棟樓以後有的鬧了。只要電梯在，他們就不得安生。算人算己都是活該。看到他們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